哇，暴风雪背后的 Tim Hortons。加拿大，我们来啦！看看这边是 Detroit， 看爸爸这边 Detroit， 看到没有？外面哇，好高的我们。去加拿大过冬，我们带着孩子就来了。脑海里是雪景，是童话，是安静的冬日阳光。可当车子驶过美加海关，边检官轻声说出那句 "Stay warm"， 为什么要 stay warm？ 我们才意识到这趟旅程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温柔。1月的加拿大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风比雪更狠，体感比温度更低。接下来将是我们一家人在加拿大多伦多真实的3天。从儿子的原创歌声中，大家不难听出那种难以言喻的喜悦，那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情绪。雪花落在车窗上，轮子压过积雪，发出的嘎吱的声响。加拿大的郊野安静得像一幅画，而孩子们最真实的记录，用最简单的旋律，把这一刻唱进了我们的记忆里。终于，车子慢了下来，灰蓝色的天空下，城市的轮廓一点一点浮现。那一刻，我们知道，好戏真正开始了。快了，加拿大第一城多伦多就在眼前。我们现在向南走，迎着阳光。这加拿大的天气好就好在它哪怕很冷，外边也就是大概零下几度，但是阳光非常好，干爽，不是一直下雪一直阴沉沉的那种。几百英里过来就是要来这个店探店，据说是多伦多地区最好的一个自助日料烧烤店。加拿大最好的日式烧烤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来见识见识。哇，各种五花肉、牛肉、韩式泡菜，我怎么看上去像韩式烧烤呢？好不好吃 ？Max， 好吃。最喜欢吃哪个菜？玉米啊。有人说，判断一家日式烤肉店好不好，只要看一件事儿：当肉放上炭火的那一秒，你有没有忍不住吞口水？如果你在加拿大想吃一顿真正过瘾的日式烤肉，很多人会带你来这儿 Gilby Japanese Grill。这里的规则很简单，桌上的一个炭火烤炉，和牛、牛舌、五花肉，全部自己动手烤。肉一放上去，滋，油脂在炭火上爆开，空气里全是烤肉的香味。哇，这个蘸上这个辣椒酱，再配一丁点的酱油，这样子超级好吃。翻面、蘸酱、入口，这一刻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 Gilby 可能是加拿大最快乐的一顿烤肉。吃完了，这个成人30多，小孩 teenager 是16，然后小朋友4岁以下是3块，这个价位还是相当的好。然后质量，这个价位和这个质量，哇，没有白来，相当不错，点赞。如果你有机会冬天来加拿大，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外面是零下10几度的寒风和大雪，但走进商场却像突然到了另一个世界。特别是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商场几乎成了冬天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外面是雪、风和低温，而商场里却是购物、吃饭、喝咖啡，还有成群结队出来放风的人。很多加拿大人冬天的社交、购物甚至散步都会在商场里完成。但是逛久了，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件事：加拿大的商场其实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地图。你可能刚刚在一家韩国炸鸡店排队，转个弯就可以看到印度甜品、越南粉、日式烧肉，然后旁边又是一家中东的烘焙店。在 Toronto 这样的移民城市，商场不仅是购物的地方，也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食物交汇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冬天在加拿大逛商场，其实不仅是在逛街，更像是在一个温暖的空间里，看见这个国家多元文化最真实的一面。现在我走在这个 Toronto 的这个购物商场的外边，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但是其实感觉还好啦。大家看，也不会很冷，也不需要戴帽子，稍微走一下是完全没问题的。当然，可能在户外工作会比较冷，但是大部分我相信我们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不是户外工作的这个类型，所以看看最冷的感觉，我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停车场的这个白雪覆盖的样子吧。夜幕降临，偶然飘落的雪花慢慢落在城市的灯光里。在多伦多的冬天，寒冷是真实的，但温暖也一样的真实。一家人穿梭在明亮的街道和商场之间，热咖啡、美食，还有孩子的笑声。也许这就是很多人来到加拿大后最喜欢的生活。冬天很冷，但生活很暖。看我现在在哪？哇，暴风雪，背后的 Tim Hortons， 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除了这个 Tim Hortons， 这边还有一个 Petrol Canada， 哇，真是好冷的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1月份的Ontario 安大略。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对我来说还是可预期的了，因为我在美国也住在 Metro Detroit， 就是底特律城市圈嘛，所以还是不错的。看背后的这个天气，今天算是一个暴风雪，但是还是蛮舒服的。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一个停车场的状况。在加拿大的补给站就是 Tim Hortons， 这是最能够补充能量，而且是最地道的地方。OK， 阵雪过后，迎面而来的是一阵温暖的午后阳光。从美国出发，短短的3天加拿大之行，之所以让我们乐在其中，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小小的地理套利。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你不需要飞越半个地球，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只需要开几个小时的车，跨过一条边境线，世界就仿佛突然换了一种感觉。1加元只相当于0.7美元。从一座并不算繁华的美国2线城市来到加拿大的1线城市，多伦多的餐厅、街区、咖啡馆、雪景，一切都变得既新鲜又充满性价比，好吃好玩，孩子也能在旅途中见到更大的世界。当汇率、距离和体验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旅行也可以这样放大你的消费力。所以有时候不需要复杂的计划，像这样一次简单的跨境小旅行，就足以让日常生活充满新鲜感。这大概也就是我们这趟旅程最大的收获。如果你也住在美国北部，我真的很推荐你在冬天开车来一趟加拿大，因为当雪开始慢慢落下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有些风景只存在于这条边境线的另一边。而我们一家人的下一次地理套利又会在哪里发生呢？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真实的旅行记录，记得订阅我们频道。下一站我们继续出发。